你醒了。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能完成军令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害你受了伤。邓毅派了门生下调令开码头，才给了萧勋从水路逃脱的机会。这一举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谁知朝堂这盘棋，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权力本该如此。说吧，你想我怎么还这份情？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我这人一生不信神佛，没有什么愿望。那也没有什么想达成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好吧，那就先暂记在我这里，等你想好了想要什么，再来同我取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伤这么重的。那日在船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日，铁英用暗器，一时不察被偷袭。果然，他们只会用这些阴险下作的手段。我昨夜看你梦魇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是啊，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呀。你是说那个梦？好吧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，我之前偷吃过你送给你爹的沙草糕，被你爹揍过。谢谢你分享的秘密，只是我再也不会做沙草糕了。无妨，反正我也不爱吃那些糕点。哦，我本来还想给阿九你做个别的吃食呢。好啊。
阿九，啊，我簪子歪了，替我挽个利落些的发饰。哦。好吃吧？天宵夜这个糕点，熬了3个时辰，才蒸出1笼满意的，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。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，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我爹说的，少了太干，多了太腻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，久到陪饭我都忘记了。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。阿爹，你看，我学会了，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。哎呦，我们阿昭太厉害了！那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，啊？阿爹不用吓唬我，我就是想念娘亲了。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，但我就想去看看，看看他看过的风物，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。我娘亲若是还活着，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税的女娘。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，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想念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
想家也不是。我跟着老头那5年，他确实过得挺好的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，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。出去巡逻的时候，看到好看的花枝，便会采回来。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，因为他跟我说，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，收拾好了等你回去。楚哲，其实老头他没有责怪你的离开。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，他只是很思念你。但是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你无需自责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。其实，我也很想念我阿爹，还有大漠的一切。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但很心软的人，和你一样。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，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，这才有了1000年的风景。死非常容易，活着才算本事。阿九，抱歉，是我太聒噪了。不会啊，能听到你讲这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夜深路重，天先早点休息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报殿下的一告之恩。那谢统领，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。多谢。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啊？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来跟我许。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我楚昭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不会。报！报！殿下，云州郡急报，昨日朔漠来访，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，
身体诸感不适，昏迷不醒。将军，朔漠撤军了。果然如将军所料，这次幸亏您提前谋略。将军。 属下无能，没能完成任务，实则恕罪。我们的人马呢？草木寨地形诡谲，竹林中机关密布，我们的人马折损过半。但属下已摸清他们的布防，请准属下带兵再攻。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。 他急着返回云中郡，断不会在草木寨久留。草木寨去往云中郡，毕竟王城。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，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。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，若被楚家收入麾下，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。 铁爷，川行朔漠，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。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。你说，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？陛下别担心，长公主走之前，奴婢卜了一卦，长公主此行啊，定是遇难成祥。陛下，三舅舅，你这么晚来，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？你燕来舅舅武功很高，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，不要担心。只是这楚宁将军擅自斩杀朔漠使者，恐引来祸端，而且他旧疾复发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。那日朝堂上，太傅说过，若楚将军出事，朔漠会起战事，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。正是如此。这云中郡20万边军，关乎我大楚命脉。若朔漠趁虚来犯，阿宇，你敢不敢一战？孤必然要迎战的。大楚从不惧于战。好，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：如若楚林身死，这20万边军该交给谁来统帅？叶来舅舅，他武功很厉害。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，也好早做打算。陛下且慢。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。陛下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当朝议，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。太傅，是想贻误边关战机。太傅掌印，未得臣用喜，此诏无效。调兵需3省共议。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，该改改了。
萧巡传信，楚灵病势沉重，大楚朝堂已乱，他想请我3000朔漠精兵，绕行萧南郡，直取望城，与萧南军合围云中郡，而后共分大楚。他倒是比谁都着急。这些年的稚子时光，愣没磨出点耐心来。楚灵啊，楚灵，咱们俩缠斗足足20年，你舍命相守的大楚，早就被蛀空了。朝臣倾轧，连质子都还勾引外敌破国门了。如今也该是收取云中郡的时候了。可萧南郡山道险隘，粮草辎重难以通行啊。望城在云中郡的后方，守备不过尔，轻骑简从，连夜奔袭，快速攻下，不成问题。去，告诉萧巡，本王在望城等他。他们早有准备。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报！朔漠兵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3处校门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死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？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鸡禽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展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朔漠兵取到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
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，并非比谁的兵多。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只有望城西侧，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名声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婶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，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众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，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他们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见肉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啊！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正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防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。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葛大婶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必会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。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钟叔、葛大婶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
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这里面怎么了？账房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去年扬州大水，后有甘南旱灾，朝廷欲拨赈灾银却不足，说国库因前朝连年战事落下了亏空，为了不增田税，今年这军饷，朕才着人从盐税调去。这下倒好，要查账了。堂户部、账房竟然着火了！陛下，都梁妄占其位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贪没军饷。他这刚刚咽气，账房就起了大火，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请陛下彻查。这年年最易起火的，一个是库房，一个是账房。此事需严查户部一干人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这背后肆意妄为？是不是哪天连朕的寝宫也都要烧了？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，得换个人做了。万成，陛下，一会儿让贤儿拟旨，将那张贤朗革职查办。是。如此，尚书之位便空缺。陛下此次召臣等前来，可是想议新尚书人选？海清，陛下，你是吏部尚书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江州刺史薛仲山为官清廉，治下江州更是3年纳税居首，臣举荐他任户部尚书一职。李老，你呢？海公所说的薛仲山是有些本事，但要说清廉，怕不见得。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已养了5房外室了，纳税虽然居首，但今年江州的流民反倒比去年更多了。李老，要说流民，何处没有啊？薛仲山的才干那是当之无愧。只论才干，不论德行，这怕不是海公的处世之道吧？户部尚书一职，事关天下钱粮，需德才兼备，朕绝不容忍再有度量这样的烂吏赃官兴风作浪。海清问何处没有流民，朕告诉你，幽州就没有。幽州刺史被那里的百姓称作是祭青天，此人乃骨梗之臣，朕召他进京，就由他领户部尚书一职吧。人无完人，薛仲山既然做出了功绩，也不能不赏，就提他做户部侍郎吧。陛下英明。
想出是谁指使陈辉暗杀度良，害你入狱了吗？会不会是李氏？毕竟李氏最怕度良供出跟他们有牵扯的人。或许是协助我们布局的海一平。他？为什么是他？陈辉若是李氏的案子，的确会急于除掉度良，可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，李氏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而海一平，我见过他妹妹画的一幅画，画中女子手臂上有什么？和彩莲一样的7叶昙花烙印。可海烟这些年都闭门不出，他不大可能见过当年的受害者。那他画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所以目前只是怀疑，毕竟御史案牵扯甚广，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不能冤枉了好人。不论如何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给女子留下烙印的人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这件事要告诉彩莲吗？彩莲性子直啊，在没有确认这个凶犯到底是谁之前，先瞒着他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我之前就问过你手抖的毛病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是没睡好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我看呀，根本就没有好。我可听你说过，若是人有心急，时间久了身体也会出现病症。你不会也有心急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心仪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呀？你呀，总是喜欢剑走偏锋，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。你会这么想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活着，我喜欢冒险。若是敌人一想到我就感到害怕，那才有意思呢，不是吗？这个想法我只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觉得我有毛病吧？你呀，现在度良已经死了，这些年朝局动荡，度良当年接触过哪些官员，我们现在根本查不到。从人身上查不出，那就从物件上查。什么物件？大案结案后，卷宗都会封存在案牍库。或许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些被人忽略的细节。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不是有了吗？袁绍成升任大理寺少卿，有权调阅卷宗。你从何时开始就在打卷宗的主意了？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吗？哦，可袁绍成这种以利为先的人，无利可图又危险的事，他会答应吗？你们都知道我出身盲沟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鼠，但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因为老鼠的生命顽强，杀不完，灭不尽。正因这样，我今日才得以站在这里。记得刚来大理寺的时候，你们中有许多人瞧不上我，甚至还跟我动过手，是吧，二虎？但如今，我们已经是站在一起的兄弟。我不管你们是否相信公正二字，但是我要你们记住，那些视人命为草芥的人，无论是我袁绍成，还是这大理寺，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世上多留一天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出发。爷，你养的这个壮汉真是好凶啊！哎，这贱民那条命还值不上一头牛呢，只不过在我手里啊，总算有点用处。
这龙门场应该没有大理寺要查的案子吧？你跑这耍什么威风来了？听清楚了，大理寺即日起要查封龙门场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我说姓袁的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仗着自己刚升官就敢跑到龙门场，来给这些老鼠出头吗？大理寺已查明，齐君山暗中勾结度量，他贪赃枉法，其名下赌坊，包括这龙门场，皆由大理寺查封。我看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龙门场能跟齐君山那些其他的赌坊相比吗？在谁名下根本不重要，此地乃是文帝时御批所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查封？我依的是国法，是大封律令。你这人放肆！你知道李郎的父亲是谁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今日就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他也得按照大封律法办事。这律法中可曾写道，贱民必须以互相厮杀的方式才能获取脱籍的机会？又可曾写道，这龙门场不能被查封？把所有人请出龙门场。是。且慢。袁绍卿说的对，律法上确无条文，但这龙门场乃是文帝所建，想要查封，按章程也得先请示当今圣上，否则贴上了封条，你可就要连累大理寺，担上大不敬之罪。更何况，哪怕请示了圣上，圣上允了，此地要封要拆，随他去便是，自有人另寻他处，建新的龙门场。崔侍郎所言甚是，我跟一个莽夫置什么气呢？正好我觉得此地偏远，明儿个我就重新选址，建一个更威风、更气派的场子。我们走。走走。陛下，袁绍卿求见。袁绍卿，你刚官升2品，朕就收到好几本参你的折子，说你目无礼法，屡次派人侵扰文帝御批所建的龙门场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臣今日前来，正为此事。臣斗胆包下了明日的龙门场，请陛下前往一睹龙门赛。袁绍卿慎言，那龙门场地处偏远，周边不少阿杂贱民，浊气连天。陛下龙体尊贵，岂能去那种地方？范内侍此言差矣。正因陛下乃95之尊，有仙气护体，所有的浊气遇到陛下，都会退避三舍。你为何坚持让朕去看龙门赛？因为每举办一次龙门赛，都会有人或残或死。哼，袁绍卿，这话严重了。我虽从未去过龙门场，也知晓那龙门赛不过是让贱民点到为止的较量，也就摔摔跤、比比气力，磕破点皮。范内侍既从未去过，又何出此言呢？这，陛下，龙门场乃文帝所建，现如今却沦为草菅人命之所，这着实有辱文帝圣明。是真是假？陛下明日前去一看便知。臣若是有半句虚言，陛下可治臣欺君之罪。阿爷，那袁绍成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，整日就是揪着龙门场不放，耍官威，耍给谁看呢？你叔祖传来消息，圣上明日要亲临龙门场。什么？好他个袁绍成啊！
这是暗地里要跟所有世家对着干。昭儿，做人要慎言。这跟世家有何关系？我让你给穷人发放粮食，积德为善，你倒好，丢下周鹏，老往龙门场跑。顶着大太阳在周鹏坐一天，儿子坐不住。你的心性一点都不像我，浮躁。今日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给我闹出人命来。过2日随我参加酬民宴。报，郎主，有人捎了封信给你。下去。阿爷，您就别惦记什么周鹏、什么酬民宴的，穷人的命又不值钱。那官员转授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能让儿子沾手一二啊？我让你打理布行的事，你打理明白了吗？你要记住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我知道了，阿爷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青出于蓝的。不好了，郎主，郎主，小主子从台阶上跃下去，不小心磕伤了爪子。这混犊子，你弄伤他爪子，我打断你的手腿！来人，昭儿，先抱他去看伤。郎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昭儿说的是气话，但是我对你们下人都是悉心栽培，罚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不再犯错，对不对？郎主说的是小人的福。哎，既然是福，就快快享用吧。继续啦！我有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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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福。袁绍卿可真厉害，居然能让圣上来看龙门赛，这可是亘古未有啊！圣上要是看高兴了，没准不仅能让上场的人脱离一剑疾，还会给大家赏赐呢。哦，大家伙还是得当心，明日的龙门赛，绝不能有任何的差池。明白。明白。怎么了？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的阴险手段，那些士卒不想让龙门场被查封，如今这事情却办得如此顺利，我这心里反而不安。为了龙门场，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过了明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